两大手机品牌都推超薄手机 ，iPhone Air 还有 S25H， 你会选哪一款？嗨，大家好，我是 Kissplay。上一集分享了我使用 iPhone Air 的感想，不得不说，它真的超乎我期待的好用。当然，今年年初三星也同样推出了超轻薄手机，也就是 Galaxy S25H， 它也给我相同的感受。那为什么今年突然又开始了超薄手机的风潮呢？其实这就是半导体跟电池技术都发展到一定的水准之后，在功能、效能、续航都可以达到让使用者不会感觉到不足的情况下，势必会发展的趋势。好，我想大家应该是要来看 PK 的，所以我们这次就从外观设计、效能、功能还有拍照、录影的部分来看起哈，来看看这两款手机不同的优势所在。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外观设计。iPhone Air 厚度只有 5.64mm， 而 Galaxy S25H 呢也达到了 5.8mm 的薄度哦。以常理来说，肉眼应该很难看得出谁厚谁薄啦。但是，iPhone Air 因为边框做了微微的内弯，而 S25H 的设计比较直角一些，以视觉的感受上 ，iPhone Air 的确看起来比较薄哦。那不过重量部分 ，S25H 只有163公克，比起 iPhone Air 还要轻2公克所以当然体感上其实这个也是很难察觉啦，就是数字上的差别而已。但是以握感跟触感来说，S25H 虽然比较直角，但边缘的滑顺程度是比 iPhone Air 要好很多。原因就出在 iPhone Air 的边框，比起背盖玻璃要低一些哦，而玻璃的边缘的直角，变成有点刮手的触感。而 S25H 的边框跟背盖的落差，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感觉哦，加上边框以比较圆润的方式跟玻璃衔接，所以触感上比起 Air 要好非常多。但 Air 的边框跟萤幕的接缝处，其实就很滑顺，没有锐利的触感，这感觉很奇怪哦。另外 iPhone Air 机身跟镜头模组的衔接的地方，其实也会有刮手的感觉，这点在 iPhone 17 Pro 上面也有感觉到啦，不确定是不是设计上忽略了触感这件事情。两款手机的镜头其实都相当的突出哦，实际测量iPhone Air 加上镜头的厚度是 11.2mm，S25H 虽然稍薄一点点，但是也有 10.15mm。不过我觉得这两个凸起来的地方都不会影响到原有的手感哦。那在耐用性部分，都是采用钛合金边框，萤幕保护玻璃也采用康宁第2代的陶瓷玻璃，那背盖也都是康宁所推出的保护玻璃，都具有 IP68 的防尘防水，所以整体的耐用性都非常好。当然我还是不建议把它放在裤子后面的口袋，因为坐下去都会坏。那萤幕的部分 ，S25H 用上了6.7寸的3120×1440 AMOLED X2 显示器，那 iPhone Air 呢，则是6.5寸2736×1260 AMOLED 的显示器。以像素密度来说 ，S25H 高一些，但是以峰值亮度来讲 ，iPhone Air 高达3000尼兹的亮度，比起 S25H 要来的高。不过以视觉来看，我觉得并不会有什么明显的差异所在，毕竟人眼的分辨度还是没有那么的高啦。接着我们来看效能部分，处理器上 iPhone Air 采用的是 Apple 全新一代的 A19 Pro 处理器 ，S25H 所采用的是 Snapdragon 8 Elite for Galaxy。两款都是基于台积电第3代3奈米制程所制造的。不过在效能部分，即使 iPhone Air 的 A19 Pro 少了一个核心的 GPU， 但在 Geekbench 的保分上，依然有着单核3751，多核9535，GPU 38097的高分而 S25H 就略逊一筹了。单核是2961，多核是9182，GPU 呢是19505分。当然 ，Snapdragon 8 Elite 是属于去年的处理器，所以相比一下一定有差别。但对于整体效能跟多功的处理的体验上，都已经是非常强的水准。那散热部分 ，S25H 有着 VC 散热装置，而 iPhone Air 并没有太强调散热这一块哦。那我们一样实测10分钟 4K 30fps 的录影。
S25 Edge 在机身上的上缘处就是处理器那部分，温度最高的是39.6度，而 iPhone Air 在处理器区块最高是39.8度，两个设计差异不大啦哦，所以在散热的部分其实都做得不错啊。即使 iPhone Air 没有强调，它其实也是做得很好。那电力续航部分 ，iPhone Air 电池只有3149毫安时，那 S25 Edge 大一点点，有着3900毫安时哦。那我们实际播放 YouTube 6小时。iPhone Air 剩下58%，那 S25 Edge 剩下57%。虽然看起来一样，但换算成电力来说 ，iPhone Air 只耗掉了1322毫安时，但 S25 Edge 却耗掉了1677毫安时。以这样来看啊，iPhone Air 在电力管理上的确做得比较到位。那充电部分，iPhone Air 有线、无线都提供20瓦，S25 Edge 就是提供25瓦有线、15瓦无线。两款手机充电速度都很慢。镜头方面就是两款手机最大的差异 ，iPhone Air 采用单镜头设计，搭载1.56分之1寸4800万像素感光元件，光圈是 f1.6。那 S25 Edge 是双镜头，超广角的部分是采用2.55分之1寸1200万像素的感光元件，光圈是 f2.2。主镜头呢就是三星引以为傲的1.3分之1寸2亿像素感光元件哦，那光圈是 f1.7。那我们就先比主镜头就好了哦。调性上 ，iPhone Air 的照片比较明亮，色彩也比较饱和。S25 Edge 还是维持一贯饱和度跟明亮度都没有刻意往上调的调性啦。以两款手机的色彩表现，我也比较喜欢 iPhone Air 的颜色。那 S25 Edge 的部分，我觉得我一定要简单调一下颜色，再丢出去哦。在细节部分，1倍、2倍在日拍部分其实看不出什么差异，但在4倍以上就可以看出高像素跟大感光元件的优势。S25 Edge 在4倍还能维持接近光学焦距的水准，细节上就比 iPhone Air 要好很多。那夜拍的部分 ，iPhone Air 在1倍、2倍锐利度上表现不错，但其实有点刻意锐化的感觉了啊。不过 S25 Edge 没有刻意强调对比啊，也没有强调锐化哦。所以你到底要强调什么呢？就是反正它就是平平的啦。所以感官上是 iPhone Air 细节比较多，不过到了4倍以上 ，iPhone Air 细节明显就衰退很多，就完全跟不上 S25 Edge 的表现。另外在光线的平衡上 ，S25 Edge 也有着比较好的控制。当然 ，S25 Edge 还有超广角镜头，日拍的画质非常好，夜拍就过得去啦。但有了超广角，可以拍摄的场景就多很多，所以在拍照能力上 ，S25 Edge 数位长焦更好，又有超广角，比起单镜头的 iPhone Air， 应用性其实真的好蛮多的。那人像部分，我女儿说她比较喜欢 S25 Edge， 好结案。录影部分。两款手机在日拍、夜拍的风格维持各自的调性。同样 ，iPhone Air 色彩更为明亮饱和，日拍部分在细致度上，两者并不会差异太大。不过 ，iPhone Air 的锐利度跟明亮感会有画质更好的感受。那夜拍部分 ，iPhone Air 的耀光一样是让人有一点困扰啦。那 S25 Edge 几乎没有看到这样的问题，而且在长焦录影的画质上也稍稍好一些。动态录影上，无论有没有开启防手震模式。iPhone Air 的稳定度都比 S25 Edge 要好，但夜拍部分如果开启防手震的话，虽然 S25 Edge 的明亮度比起 iPhone Air 要好，但两者的画质都比起没有开防手震要劣化很多，所以夜拍一律建议不要开防手震会更好。最后来补充一下 AI 部分，以目前的智慧手机品牌中有完整支援繁体中文的 AI 部分。Galaxy AI 算是最完整的哦，那功能相当齐全，而且还跟 Google Gemini 有非常好的整合啊。那像是 Gemini Live 就是非常好的应用。那 Apple Intelligence 目前的开发进度比较缓慢一些，有些功能还没有开启繁体中文使用，跟 ChatGPT 的整合似乎也还没有到位。这大概就是目前 Apple 最头痛的地方啊。等到 Apple 可以补上这一块之后，我觉得 iPhone 应该会变成更强大的手机。那整体来说，两款手机都在兼顾轻薄底下，有着非常平衡的表现，这已经是非常非常强大的能力了。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因为我想到10年前有一款手机叫做金立 S5.15，它只有5.15mm，是世界最薄的手机啊。
它当时遇到了非常多的问题，无论在系统、效能、相机、讯号，甚至在组装品质上，全部都有问题。你就知道这种超薄手机有多难做了哦。那不过，回头我们看一下这2款手机，它到底会不会有下一代呢？以目前的销售量来看，这2款手机真的都属于小众市场。那在社群时代，几乎人人都会拿起手机来拍照、录影，相机这一块也是非常重要的啦。所以轻薄手机最缺的也是这一块。那到底能不能找到不在乎拍照、只在乎轻薄手感的消费者呢？我想应该还要蛮长一段时间酝酿吧。所以2款手机你会选哪一款呢？我只能说一句非常欠揍的话。如果你想要轻薄手机，原本用 iPhone 的就用 iPhone Air， 用 Android 的朋友 S25H 应该就是唯一的选择啊！以上就是2款轻薄手机的比较，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希望大家有喜欢这次内容。如果有任何建议或问题，也欢迎留言让我知道。我是 Kissplay， 我们下期见喽，拜拜。